秦广禄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拿下！秦广禄，现在该你了。是甲子库房景良，玄武图，快去请神主事！沈教授，不好了，玄武图失窃，神主事他倒在架下，不省人事了。你快醒醒，爹！陆帅，家父至今昏迷不醒，急需医治，岂能直接投入暗牢？玄武图乃朝廷机密失窃重案，按律理当如此。律法也无外乎人情，至少让我与他见一面，确认下伤势吧。见一面？哼！这是太医署的验伤笔录，神主事体表无伤，昏迷原因不明。此时见面，你们是想串供吗？不是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看见父亲的。沈教书，我劝你安心等待调查结果。若再横加干涉，休怪本帅将你一并收监。爹，您到底是遭遇了什么？这刻痕不是装饰，是字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您一个清白。成了，月明活意，青竹令现，大祸将至，速离长安。父亲早就知道有危险。陆帅，我有新线索。哼，本帅已经说过，与案发现场那块青竹令牌有关。我父亲留下警示，说借此令牌速离长安。这令牌背后定有巨大阴谋。单凭你一面之词，如何取信？哼，荒谬！沈教书，破案讲究的是真凭实据，不是凭空臆测。真凭实据，那我就找给你看。请问，是苏神医苏姑娘吗？看病是5两，问卦10两，疑难杂症加个令医。还请姑娘看看此物。哪儿来的？案发现场。今儿不看诊，说他了。苏姑娘，若你知内情，还请务必相告实情，我必定重金筹钱。你爹是那个偷玄武图的神主事，家父是蒙冤的，至今都还昏迷不醒。跟我走。我见过此令牌，3年前，我父亲就是被执此令牌的人带走的，至今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那持令者是谁？
这令牌本身萃进了梦魂香，嗅之即晕。你爹昏迷不醒，八成就是与此有关。多谢姑娘。谢就不必了，挂件20两。另外，我劝你到此为止，内侍省的水深得很。陆帅，查清了，医女苏薇的确是3年前神医苏怀之女。据说当年她卷入了一桩有关内侍省的密事。内侍省，定锦苏薇。还有，沈木溪近日动向如何？沈教书告假去了西市，他与苏薇在茶肆密会了近1个时辰。备马。这，鱼。陆帅，沈教授，你好悠闲呐。这位是苏薇，行医卖药的。陆帅，你就不要明知故问了好吗？怎么，你要照顾小女的生意吗？原来是苏神医之女，倒是伶牙俐齿。沈教书，你私自越权查探案情，又向案外之人透露案情，该当何罪？我只是与……不必解释。从今日起，你2人也跟在本帅身边协查。凭什么？就凭本帅怀疑你2人与玄武图失窃案有关，要么乖乖协查，要么你们2个一起进大牢。陆帅，几日不见，风采依旧。秦公公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啊？这位就是沈主事的千金吧？真是神采奕奕，惹人怜爱。你父亲的事儿，咱家听说了，真是……谢公公挂心。咱家今天来嘛，这一是为了案情，二嘛……这是宫里上好的伤药，给沈主事拿去用吧。公公，沈主事可是重犯。哎，这案子陛下关心着呢，特地让咱家得多上心。沈姑娘有事儿，可尽管来找咱家。药没问题，确实上品。那你方才为何？看这里，是失魂散，若长期接触，会让人精神错乱、精神恍惚。他是冲你来的，想让你闭嘴。怎么样？秦公公送来的药检查过没有？他想让我变成疯子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？他是要谋害我。没有十足的证据，谁都动不了他。打草惊蛇，只会让你和你的父亲更加危险。秦公公如此忌惮我，说明我触碰到了关键。关键就在玄武图，你爹是最后接触他的人，他一定留下了什么。案发后，密阁就被封锁了。明的不行，来暗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寻更的刚过去。你常犯这个？江湖儿女，技多不压身。来，这里定有线索。有了，这是父亲的手书，写的什么？玄武图飞图，乃名单，关乎社稷幽州，锦宝青囊。啥是青囊？果然是你们！
夜闯封锁重地，该当何罪？你别过来！闪开！把东西交出来！此事关乎我父亲的清白。你想找死吗？现在外面全是秦公公眼线。这份关于玄武图的线索，可算是真凭实据吗？你想如何？我需要一个能够进入内侍省查案的身份。给。自己小心点。站住！不良人办案，请求入院内查阅旧档。这不良鼠的手什么时候伸得这么长了？我这内侍省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地步。玄武图失窃关系重大，陆帅有令，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，所以还请公公给行个方便。姑娘啊，可不是咱家为难你，只是这宫中的规矩，一道门槛一道坎儿。您腰间这腰牌嘛，权限不够啊。那要如何才能够权限？要么有圣上手谕，要么有我们秦公公的传话。既然如此，还请代为通传秦公公。秦公公日理万机，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姑娘，回去吧。何事喧哗？哟，沈姑娘，狗奴才，你们有几条命啊？沈教书都敢拦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沈姑娘来此如何呀？沈姑娘年纪轻轻，就在不良署当差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对了，沈主事醒了吗？多谢公公关心，家父至今还昏迷不醒。至于这不良署，属下也是奉命行事，今日过来只是核查一些旧档，叨扰公公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是内侍省陈年文书都在这儿了，姑娘可随意查看。沈姑娘，玄武图听说玄妙无比，记录前朝秘辛。你父亲掌管秘阁多年，应该没少跟你说这前朝秘事吧？家父从不在家里谈论公事。是吗，沈姑娘？你父亲真是恪尽职守啊！哼，那洛阳城可是好地方呢。晚辈不知，陆帅只是让我过来核查物料清单而已。沈姑娘，你可知道这宫中最没用的是什么？就是忠诚。咱家师傅曾经对先帝也是忠心耿耿，结果呢，不也死无全尸？所以呀，咱就悟了，在这宫里，你得让自己有价值。我的父亲只告诉过我，身为臣子，理当忠君爱国。哎，姑娘家多读点书总是好的。这本地质杂文你拿回去，或许对你有益。谢公公。失魂散，还真是不想让我活。他就是不想让我继续查下去。
而且他让你看上去像是因为父亲的事思虑过重而导致的神思不属。你碰了多少？就碰了几页。这配方手法不像是中原的路数，倒像是西方雪莲教的一阴损方子。幸好发现的早。果然就是做贼心虚。废话，他现在肯定以为你已经开始恍惚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将计就计。忍一下，必须把毒性都逼出来，不能有残留。沈教书去了苏薇那儿，已经停留1个时辰。内侍沈那边，秦公公派人打听过沈教书的动向，盯紧内侍省所有出入人员，尤其是秦公公身边的心腹，一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他倒是没打算要杀你。他不想杀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就这剂量，最多就会让人精神失常，无法集中精力去查案，最多也就情绪失控而已。那我就更想要知道，他这么干扰我，到底是要隐藏些什么？月明火也，爹啊，这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肯定不是这样。月明，月明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月明，见月则明。洛阳白马寺，原来是父亲将玄武图转移了。他早就知道会有危险，所以现场失窃也是假象。陆帅，我破译父亲留下的密码了。玄武图可能并未失窃，而是在洛阳白马寺。你说哪儿？洛阳白马寺，我们现在就动身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这是找到玄武图，洗刷我父亲冤屈的重大机会啊！因为那里不只有图，还有些不该出现在中原的东西。我爹就是触碰到那些东西，才被定了叛国的死罪。你爹？陆文章？怎么？你怕了？沈木兮，沈教书，事到如今不是怕不怕的事情，懂吗？白马寺，陆京为何反应如此激烈？他既知道事情，又不告诉我，真烦人！天啊，我该如何是好？算了，明日再想。沈姑娘，速看。了尘，苏薇，我们现在必须立刻去洛阳。陆帅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面不让去，背后有地条件。我知道，他这样做着实很矫情，但是洛阳目前是唯一的线索。有人跟着我们。
2个，左边茶棚1个，右边货郎也是，身手不差。我们分开走，老地方汇合。苏薇，甩掉了。不管他们是谁，都不会想接近不良署的。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就在城外。那我们走。你们2个准备去哪儿？陆帅，陆帅已言明不让我去洛阳，我自然是另寻他法。另寻他法？沈木溪，你们私离长安，形同逃犯，你是想坐实你爹的罪名吗？你们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跟我回不良署，以律令押解前往洛阳，要么我以逃犯同谋之名将你2人下狱，你们自己选。画押。犯官之女，沈木溪，江湖游医苏薇，随行何证？这就是陆帅说的押解。这是唯一能让你名正言顺前往洛阳，且不至于连累他人的法子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是在查案，而是在戴罪立功，言行举止必须严守大唐律法。若是行差踏错，我可保不住你们。我只要真相。这算什么？假戏真做。苏姑娘若不愿同行，现在便可回你的衣炉，我既往不咎。谢谢陆帅美意，谁知道你们半路会不会把它卖掉？站！他身上那枚令牌跟现场一模一样，难道是个宝贝吗？陆帅如此珍视此块令牌，与案发现场那枚有何关联啊？此事与你无关。有埋伏，保护陆帅！有埋伏，保护陆帅！抓住那个女人！是内侍省的人。他们的目标是沈木溪。废话，难不成是冲你这个阎王来的？走，跪下！说谁派你们来的？是不是秦公公？持仓毒囊，此事的基本功。手上残留药粉味，和书上写无恙，是内侍省无疑。是幽州军械监的标记。内侍省、幽州，他们果然勾结在一起了。这白马寺都没有香火了吗？不对劲。我们这就去寻了尘大师，看看去。
阿弥陀佛，不知三位施主来访有何贵干？不良人查案，需见了尘法师询问一些旧事。了尘师叔，这前日正值南海大悲寺水陆法会，方丈和各首座守妖都去了南海，现只剩下我和几位执事，官爷要找了尘师叔办案，贫僧实在无法。大师，我们的确是有急情，关乎一桩冤案，还请您给行个方便。并非贫僧有意推诿，只是了尘师叔，请诸位稍等。师傅他3日前已回禅房圆寂了。圆寂？怎么可能？何时？因何故圆寂？了尘师叔是突发心急，只是方丈已经下令封锁了禅院。带我去法师禅房。去不得，方丈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让开！去不得，去不得呀！怎么是2个人？二位大师遇害都已3日，为何不掩饰不报官？还有一位是谁？另一位是慧明师兄。昨日内四省的人来过，或涉及宫闱密事，不得声张。那是什么？是玄武图碎片。门窗都完好，并无强行闯入的痕迹。这伤口不对。怎么不对？窗口边缘太过齐整，出血量极少，只是人死后才补得到。瞳孔散大与混浊程度与尸斑吻合，有曼陀罗味，非常淡。2人死法原因相同，都是昏迷中窒息而死。果然如此。你们看这儿，这是机皇发射留下的孔洞。那从这洞能够看出是什么机皇吗？看不出来。是失魂伞？难道他们是故意留下玄武图碎片，是想要引我们去哪儿，还是想要混淆视听？所有的证据全部都指向幽州藩镇，这未免太过刻意了。会不会真的是藩镇的人要抢夺密道？陆帅，赵干，你来了。您找我？关于了尘的死，你知道什么内情吗？了尘大师死前那晚，我亲眼看见他跟一官人密会，那官人穿的就是内侍的靴子。是京城来的官人，说仔细点。那人面白微胖，声音尖细，手指好像带着一个玉扳指。再见到他，你还能认得出来吗？陆帅，不是我不肯，只是有些话现在还不好说啊。我明白，我会尽快将你的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这段时间，自己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此事。我刚刚见了一个我的旧友，他见过秦公公，但他不愿意作证。我明白，只要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，不怕扳不倒他。我已经让白虎回了长安，让他调查一下这个旧部现在的身份，相信肯定会对我们有帮助的。不好了，又有人死了！是赵干，他也被灭口了。是赵干，他也被灭口了。颈部有击打淤痕，手腕有挣扎时被拖拽留下的擦伤。这又是一起谋杀。难道
他们发现你与赵干接触过。收拾得很干净，不像常有人住。里面有东西。这是洛阳城的城防图，可这红色标记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是长平仓，这里是武库，这些标记全部都是守城要害。赵干潜伏在此，看来不只是接应我们这么简单。父亲在洛阳曾任教书郎多年，若他预感到危险，定会留有准备。可是这密文指向的青囊，到底是为何意呢？青囊可指医书，也可指储物之囊，又或者会不会是暗指某个具体的地点？哎，也有可能是青色，带有青字，或者是某个可以装东西的物件，也说不定呢。我记得在洛阳旧宅的书房里，父亲有一个从来不让别人碰的青瓷画缸。看过了，周围没有监视者。这所已经生锈，确实很久没人住过了。让开。我爹说过，真正的秘密往往就藏在最显眼，但容易被忽略的地方。陆文昭，谁啊？父亲。是我父亲，和你父亲的通信。文昭兄，幽州之事证据确凿，兄冒死上奏，忠勇可见。弟在密阁，必当护兄呈之铁证，以待天日。进而年幼，送入不良署，虽是险棋，亦是存续之道。原来他不是叛臣，他是举报幽州藩镇通敌的功臣。你看这个，文昭兄遇害前夜，曾密语相告，所有铁证已封于玄武图内。然而凶手身份被弄脏了，明显是有人故意弄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就差一点，我就知道是谁害了我爹。看来玄武图里不仅藏着藩镇勾结的罪证，还有杀害你父亲凶手的名字。陆金，我一直以为我爹是罪有应得，我进不良署就是为了赎罪，也是为了查明他当年究竟做错了什么。原来我爹不是叛臣，他是举报幽州藩镇通敌的功臣。那既然现在你知道了，那我们就一起为你爹和我爹为他们证明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寺里。陆金，你一心想要调查玄武图的事，其实就是想查你父亲的案子。
对吗？是。我不仅怀疑过你爹，我还在利用你。现在呢？有书信为证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我父亲常说，能够说出来的委屈，就不算最委屈。以后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了，我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了。现在，事情远比你想象的更危险。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帮你办妥。哼，我不走。随你。沈母溪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来人呐！救命啊！鲁班师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方丈回来是要问责的。死因相同，仲明要窒息，死后心上一头。这次好像没有玄武图碎片。但有这个，这令牌是他的令牌。你到来，寺里就接连出事。入施主，如此，你该如何解释？这分明就是栽赃。就是，若非有人故意陷害，还能有什么解释？陆施主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就是他与那幽州藩镇互相勾结，杀害了雾尘师叔。我说了，这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给我。大师，小师傅，还请听我一言。如果陆帅真的是凶手，他为何要将如此明显的证物遗落在现场？这不是欲盖弥彰吗？哼！若说无意，我们也不必动粗，都不体面，你也不必为难我们。请你留在本寺，待方丈回来，定有定夺。给我看看。这血是刚抹上去的，还有你们看，边缘整齐，像是被利刃一次性削断的，绝非打斗中碎裂。而且，陆帅的令牌一直随身携带，诸位可曾见他离身过？想要仿造一枚令牌，对于幕后黑手而言，绝非难事。内侍审奉旨办案，贤人避让。陆帅，秦公公，咱家还真是没有看错你。来人，将勾连藩镇杀害高僧、抢夺朝廷密档的叛贼陆进给咱家拿下！陆进，这是你与幽州节度使往来的密信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呀？眼下现场的令牌与你随身之物一般无二，人赃并获呀！陆某愿随公公回去说清此事，但此事与沈教书、苏姑娘及寺内众僧有关。公公若是滥用职权，我保证，今日之事必会呈报朝廷。陆帅是个明白人，只要这二位姑娘不再生是非，咱家自然不会为难他们。拿下，哼，带走。秦公公，这块令牌是伪造的，血迹也是刚抹上去的。沈姑娘，你年纪小，被这叛臣之后的表象蒙蔽了双眼，咱家理解。他靠近你是想利用你找到玄武图，给他父亲翻案，顺便完成他父亲未尽的通敌之事，也未可知。秦公公，您这故事编的可真圆啊！沈姑娘，咱家劝你跟咱家回京，面见陛下，把你知道的
都告诉陛下，咱家以性命担保，必定会向陛下陈情，保你父女平安。全寺上下不得妄议，不得出入。待你们方丈回来，咱家查明原因后，自会还你们清白。秦公公亲自带兵来拿人，令牌、密信、人证俱全，这是一个早就设计好的一个完美的局。不过，既然完美，对各方来说，又将是机会。硬闯肯定没戏，得换个法。苏薇，你有没有那个东西？快走！你们就没有想过，这有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陷阱？陆晋，苏薇在城外发现了埋伏的弓弩手，他们不是内侍省的人，而是幽州口音。秦公公，他不是想活捉你，而是想在你越狱时乱箭灭口。哼，他连表面功夫都不想做了。再不走，你就是拒不被杀的叛臣之子，谁都翻不了身。哼。既然进退都是局，那就劈了他。走。沈不息，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救我？因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而且我父亲信你父亲。陆阎王，你瞧这阵仗，你确定遣散白虎和玄武是好主意吗？哎呀，你别问我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我们要不要找个地儿避避？让我想想。有什么好想的？我来想办法。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，外面风声太急，挖地3尺要把他们找出来。陈叔，大恩不言谢。我事先声明啊，如果真有事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我懂，是我们自己偷进来的。你自己注意安全，我去看什么情况啊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得尽快离开洛阳。城门被查得水泄不通，怎么走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内侍府的人已经挨家挨户搜查了，马上就要查到这条街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可以安排你们进北上的商队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陆公子，倘若咱们不走运河，走旱路，从洛阳到扬州，最快也得7、8天。有劳刘老板了，沿路关卡多，打点起来是否方便？放心，沿线几个要隘的校尉我都熟。银钱开路，保准畅行。咱们家的车队怕是也混进了别家的眼。没事儿，让他们盯着。我观察过了，这里至少有3个人形迹可疑，看着不像寻常伙计。我也发现了，是秦公公的尾巴。今晚大家都要警醒些，最多不到半日便可到扬州了。这地方若是用火，便是绝境。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他们若是用火，我们便用烟。苏薇，
你那些让人涕泪横流的药粉还有多少？管够。嗯。是烟雾弹，快捂住口鼻！走走，跟着我走。陆毅，今日之阎罗阵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冲啊！呀！苏伟，我们走。陆晋，陆晋，肩上有毒，必须马上医治。他一会儿就会醒过来，暂时没有事了。只是他中的并非寻常的毒药，那箭头上钉淬了蛊虫卵，见血激活，正在往心脉里钻。那如何能解？据我所知，此蛊毒名为噬心，能解，但是需要七叶莲、鬼针草以及3钱寒玉草为宜。前2位好说，寒玉草确实难得。如果没有寒玉草，我只能压制10日。那我们去哪儿能够找到这寒玉草呢？这也巧，我们正好去扬州。扬州大盐商林振南家4家药铺正种着此草。陆岩，官爷，这是我们的通关文牒。这依你的颜色，新鲜了点儿。装的什么？哎，官爷，您的权力是茶叶，不是抄叶。抓住他！几位官爷，这几位是林老爷的贵客，老爷特地交代让小的来接。原来是林老爷的客人，石敬。我们并未派人通报，林振南如何得知？从我们往扬州来的那刻起，就有人盯着了。寒玉草，林某确实有。林老爷，陆帅身中噬心蛊，需以此为药引救命，恳请割爱，我等愿付双倍市价。哎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林某不缺银钱，桃可以赠送，分文不取。不过林某有一事相求。林老爷请讲。扬州城西有一盐枭，徽号番江恶曹马。此人霸占漕运码头，3番2次回接我的货船，打伤我的伙计已逾27人。官府那边已经被他们喂饱了。你让我们替你杀了他？非也，林某只想拿回码头，只需要让他3个月内下不了床，出不了门即可。陆帅虽然抱恙在身，但既然是一个能让内侍省和幽州联手追捕的要员，对付一个地方恶霸，想必不是难事。你怎么？哎，扬州城虽远，不过消息却灵通。3位在来扬州的路上，林某已经知晓了洛阳的白马寺之事。你需要我何时动手？明晚
曹莽会在醉仙楼宴请他的手下，那是他身边人最齐的时候，也是能最震慑其他人的事。你要当众打垮他？事成之后，爱玉草即刻奉上，另外备足盘缠，送3位平安的离开扬州，如何？林老爷，我们可否先看一下寒玉草？哈，当然可以。3位请随我来。这草离土后，药性只能存续12个时辰，需现取现用。明夜事成，寒玉草即刻奉上。若不成，这草陆帅怕是等不到第3日了。曹莽之事，我会办妥。好，爽快。3位今日便在府中歇息，稍后我会命人将曹莽的底细、醉仙楼的布局图送至客房。3位若想在此观赏这寒玉草，也可自便。林某还有杂事，失陪了。此人消息如此灵通，怕是不只是对付一个严萧那么简单。而且他明知你受伤，还让你去打架。他有他的打算，我们只需要拿到寒玉草。蛊毒又发作了。没事，苏卫的药压得住。明日之前无碍。曹莽，但愿他的手下能多撑几招。蛊毒暂时压制住了，但你千万要记住，你只有半个时辰能用全力，超时会遭到反噬的。我记住了。我们陪你一起进去吧。不必，林震南要的是一人震慑全场，去的人多了，反而显得他怯了。我的剑留给你们自保。半刻钟后，我若未归，你们就即刻回林府取草，然后自行北上。不会有第2种可能的。我觉得也不会。条道上的，谁让你来的？你好。我找曹莽。今日王爷不见客。别误会，我不见他，叫他见我便是。你找死！小子，能走到这里，算你有点本事。报个名来吧。没关系，你不需要知道。那就给你长点教训。我这呀，好功夫！但老子的刀也斩过17名高手。过来！3个月之内，别让我在扬州码头再看你，否则下次落下的就不是刀了。6名高手，曹莽亲传的厚土刀法，竟未撑过20袭。此人若未中毒，该是何等境界？正因他中毒，才更可怕。对自己狠的人，才会对别人更狠。老爷，严运司刘主簿的家奴从后门溜了，应该是去报信了。知道了，果然有勾结。
草莽不是惧，怕的是他背后那些官府。那陆晋他们依照约定赠草，不过我要送他们一份厚礼。3张过所，用岭南商队的名字，再配3匹快马，从西门走。不用我们安排马车了？马车显眼，马快且容易更换。你告诉他们，盐运司的人2刻钟内必到。西门守军校尉是我的旧部，见过所狼狈方行。老爷为何如此相助？他们毕竟来路不明啊。一个能让内侍省和幽州联手追捕的人，要么身怀惊天秘密，要么背负泼天血仇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值得我临阵南提前压上一注。去，3株寒玉草在此，另奉3张过所，3匹快马，皆在西侧门备妥。我家老爷说，盐运司的人已在路上，请3位即刻离开扬州。西门守备见过所，自会放行。林老爷厚礼，我等铭记。还有一言，老爷看得追击各位的，除了内侍省名哨外，另外有一路幽州暗庄，精于追踪，似有猎犬相助。各位出城后，最好寻机弃马改道，密中潜行。猎犬是幽州铁药营斥候。多谢提醒，陆某记下了。不敢，老爷只愿各位平安北上。若有朝一日真相大白，莫忘扬州故人。走吧。按老爷吩咐，过所上印记的事儿都散出去了吗？已散入市井，最多明日，该知道的人都会知道。他们拿了林家的东西，从西门走了。好，且看那些尾巴，追还是不追？停！哪里不舒服？解药的过程中是会有些不适。不对，这里，这些都是官道上新鲜的车辙，但两侧的草叶却朝反方向辅导。你是想说，有人故意制造假痕迹，想误导我们？是。走，换道。啊？怎么了？这是林家仆役的腰牌。林家有人在附近。老爷吩咐了，必须亲眼见他们离开扬州地才能回。可他们3人没走官道，连猎犬……那就等到明天，他们总得寻驰找路吧。是。带我去见林震南，现在。是。啊，3位请坐。林老爷派人跟踪，又特意留下腰牌引我们回来，究竟是为何？有人托我将此信交于沈姑娘，不过需引开各路眼线，离开扬州才行。是父亲的字，吾儿木系。若见此信，为父恐引入内侍省暗牢。燕人秦广禄与幽州节度使、司犯军信盐铁、窦皇后江南私传，实为运力，枉大于朝野。父亲早就知晓有此一劫，他是要我揭穿此事。3年前，沈主事南下核查盐税时，曾经救过林某全家性命。当时他就察觉窦皇后娘家在江南的船队账目有异，
但是苦无实证。你既是他旧相识，为何不早说？因为你身后跟着不止内侍省，还有幽州的铁渊营。在扬州给你们多说一步，你们就会多一份危险。你父亲明知危险，为何不逃？父亲若是逃了，秦公公便会有所警觉，销毁证据。他只有留在米阁，装作不知道，对方才会继续露出破绽。父亲以自己为饵，我不能让他的苦白费。陆帅可知秦广禄为何非要活捉你？是与我父旧案有关。不止。你父亲陆文昭生前的最后一份密奏，直指窦氏胞弟，私通幽州，截留江淮盐税。但是那份密奏被秦广禄压下了。但是你父亲留有副本，被藏在玄武图里。或许是，不过你父亲还留有一手。他将部分盐船走私的船号、码头、经手人名单，还交给另外一个人。谁？你父亲的旧部，现任刑部侍郎杜衡。杜衡？1个月前，杜衡以巡查为名南下，实则为了暗中调查窦家的船队。不过3天前，他在宁江驿馆遇袭，重度昏迷。所有查到的账册不翼而飞。是谁下的手？现场留有幽州军弩的箭尸。不过很明显，全然是嫁祸。这是从曹莽心腹身上摸来的盐运司的令牌，背后却刻有窦家商号的暗记。官、商、军、宦，这张网布的确实够大。长安刚刚传来消息，3天前，沈主事被秦公公以重案需严审为由，从刑部大牢转至内侍省暗牢。进去那里的人，很少有人活着出来。我必须回长安。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。要回，但不是现在。杜衡现在何处？在江宁的一家私密医馆，有我的人守着。不过他的伤势很重，能不能醒过来还很难说。你若是见他，我可以帮你安排。多谢。你是想要去江宁找杜衡？他是眼下唯一握有实证的人。他若不醒，我们回到长安也是徒劳。可是父亲在安牢多待1日，就会多一份危险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要带上更多的证据回去，否则单凭一张严惩名单，根本扳不倒秦广禄，更动不了窦皇后。可是苏薇说，你身体3日之内不能动武，若是我们悄悄赶路的话，从扬州到江宁，沿途有多少关卡？秦广禄既知我们离开洛阳，必然会在沿途要到不往，躲不了，只能硬闯。林老爷给备了3日量的药，足够了。就算我不提醒，你也要按时服用。走水路最快，但是各家商队遍布各个码头，不如走旱路，经泸州、安庆、九江，再到江宁。虽然绕远，但稳妥。那我们就走旱路。明日我有一队旱路商货会启程前往江宁，车上面有夹层，可以藏人。你们不如藏身其中。不，商队行动太慢，我们骑马先行。可是你身体……放心，无碍。林老爷，你对我们这么好，到底图什么？沈主事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窦家商船这些年占尽漕运好处，排挤了多少正经商人。
林某虽是商贾，却也懂得什么叫除恶务尽。此剑名为破军，乃是3年前沈主事托我寻得玄铁所铸。他说，若有一日他女儿需要用剑时，便交给他。林老爷，请留步吧。江宁那家医馆在城西济世堂，掌柜的姓赵。你们到了以后，说是林振南见客求医，他会明白的。林叔，大恩不言谢。沈姑娘客气了。你们3个若能平安回来，才算谢我。林老爷，若长安有消息，我会派信鸽传给江宁济世堂，不过往返需要4日，你们要有准备。我明白。那么，就此告辞了。保重。我们走。驾！吁！走，我们直接回长安。不是说好先去江宁吗？而且秦广路的人都在各处关口设卡。正因如此，才要出其不意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。对，也是最容易抓住那些人破绽的地方。长安这条线索，我们必须尽快接上。好，现在就出发。驾！沈主事，何必呢？只要你交出玄武图的真本，再说出他陆文昭当年留下的后手，咱家保你女儿平安。秦广路，你不但勾结幽州走私军械，还给窦皇后走私洗钱，陛下迟早会知道的。陛下如今连奏本都看不了了，朝廷现在由皇后娘娘打理。你女儿正赶去江宁的路上呢。你说她是先找到杜衡那些没用的册子，还是先收到你的死讯呢？咱家再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你说再交不出玄武图的真本，你那如花似玉的女儿就要陪你入这诏狱了。秦广路，这10日昼夜疾驰，药效还不错，功力至少恢复了70%。够了。那明日我们直接进城。不行，秦广路既然知道我们离开扬州，守城各道必然会安排眼线。西边水车小门只在白天开放3个时辰，那儿的守军是袁不良人白虎的旧部，我们可以晚上从那里进城。陆帅，嘘，陈康，借个道，快进来。陆帅，这2日水门增加3倍杠，说是防流寇，但弟兄们都觉得不对劲。秦广路的人来过没有？昨天下午，内侍省来了个姓赵的公公，查了出入档案，还特意问最近有陌生面孔借水门进城。那我父亲的消息，你可知道？沈主事被关在内侍省的暗牢，具体哪一间不知道，但3天前
有御医被叫过去，说是牢内有人伤重。暗牢位置图，你还能拿到吗？去年修缮的时候，我留了一份草图副本，但还需配合不良署的详图一起使用。而且陆帅，现在的不良署太过危险。无妨，我另有打算。陆帅，你最近可曾联系过旧部？还没有。你们最好是保持现状。上个月，副使周岩娶了秦公公外甥女儿，现在的不良署全是他的，亲之近派。那青龙和玄武他们呢？青龙被调去守皇陵，玄武上个月外派陇右查案，一直未归。白虎上个月因冲撞周岩被革职了，现在在西市打铁。你打算去找白虎？他性子直，若知周岩投靠了秦广禄，必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那若这是陷阱，周岩既已投靠，白虎这么做，或许是故意做给你看的诱饵。所以我没打算直接去。天亮后，你和苏薇化妆，去一趟西市三娘绣坊，找老板娘陈三娘，告诉她取去年订的青衣，她会给你一件东西。是什么？是白虎的住址和一张只有他才能看懂的地图。他若愿意见面，会在图上画圈；若不愿意，或已叛变，便会画叉。若是就算画一个圈，也是故意引我们过去呢？他不会。掌柜的，取去年订的青衣，尺寸可还对？3尺7寸，改过腰身。改好了。姑娘，要不要试试？也好。我们接下来要干嘛？等。白虎，陆帅，属下无能，是不良署落入小人之手。起来说话。我问你，周岩何时投到秦广禄？具体时间不清楚，只是秦广禄许他身为刑部侍郎，还将自己的外甥女嫁他为平妻。之后，署内兄弟要么被革职，要么被调职，剩下的皆是趋炎附势之辈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他还带人抄了您的旧宅，说是搜检叛臣于政，实则取走了您父亲留下的所有书信。还有，他给署内密档加了2道锁，钥匙随身携带，不知藏的什么。哼！我要进一趟不良署，取2样东西：一是内侍省暗牢位置图，二是密档室里周岩隐藏的东西。署内今夜巡视的都是周岩亲信，约10人。旧库房通往后巷的暗道，出口已经被封死。陆帅，这是旧库房的钥匙，几年前就该被销毁了，但我喜好留存旧物，所以留了一把。那暗道出口的巨石，
我能搬开，但需要半刻钟。时间够了，你此时3刻动手，我此时尽数。陆帅，就我们俩兴许会不会太危险？你不在府中，周岩才更会松懈。况且，对付他足够了。陆帅，久违了。秦公公有令，请您去内侍省喝杯茶。周岩，你父亲当年因为贪污要被问斩，是我帮忙求情才留的全尸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陆帅，是，你帮过我，也救过我，我都记得。我爹死的时候，是你从刑场把我掳走，给了我一口饭吃。可我妹妹还在秦广禄的手里，她被窦家掳走了。秦广禄说了，只要我听话，就保她一条命。你能救我爹的命吗？你能救我妹妹的命吗？你不能，都不能。你连你自己爹的命都保不住。拿下！要活的。周岩，你是聪明人，你知道，你就算回去，秦广禄也一样不会放过你，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我可以帮你啊，我对你绝对有用。我知道秦广禄在长安的暗桩，还有窦皇后那艘船队的账本，我都知道藏在哪儿。你现在不担心你妹妹了？我妹妹在秦广禄手里十有八九不会好，但只是我不愿意相信她。哼，账本在哪儿？账本在秦公公城外书房的暗格里，钥匙是他随身携带，但是我有石墨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探魔交出来。好。你的兄弟还有多少人听你的？没了，没了。那就好。白虎，在。把他押入暗牢，等他醒了，告诉他，他的妹妹我会救，叫他考虑清楚，是继续当秦广禄的狗，还是做回人。从西苑的废弃水井，沿这条旧槽取走30丈。有铁栅栏，栅栏后有3岔口，向左通往内侍省后厨，向右是暗牢外侧排水道。排水道出口有守卫吗？平时无人值守，但每隔2刻钟会有巡卫经过，你们需在巡卫间隙破栅进入。破栅声响会惊动巡卫？不必破，那是前朝的机关，是老式的鱼尾锁，我会开。我之前学过，我爹说密阁里多的是前朝的机关，多学一样，在保命的时候就多一份把握。陆帅，兄弟们已经准备就绪，西市起火，东满马京，南仓市井3处统发，够内侍省忙上1-2个时辰。好样的！哎，秦广禄今夜在何处？他在宫里值宿，不过他在内侍省留了亲信副使坐镇。副使交给我，你们闹完3处便散，莫要缠斗。陆帅，您独自去对付副使？去的人多了，反而碍事。你们撤干净，便是帮我了。
你要养养粉，最重要的是这个，见到你爹立刻给他服下，可护他心脉，保他无恙。这些就够了。你呢，就留在陈康这里，等我们消息。不让我去啊？水道狭窄，人多，反而容易暴露。你善医术，若是有伤员，你还可以帮忙接应处置。若是等天亮，我们还未归，你就和陈康出城，去扬州找林振南。别说丧气话，你爹还在等你呢。还有我也等你回来。我也等你回来。啊！以前我从来不怕死，可现在我却总想着留一条命回来。这条命，我想留着回来看见你，所以，请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动手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！谁？秦广禄今夜可会回来？暗牢今夜何人当值？别慌，希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带你出去。我，走。啊！
七儿，你是一个人来的？陆晋在前面对付只手副使。陆晋，那他可是陆家之子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很好，很好。好，那就好。陆帅，兄弟们都撤干净了。也不知道木西那边怎么样了。他得手了，快去接应！爹，你是陆文昭的儿子？是我，申伯父。都这么大了，走。哎，外伤可治，但体内至少背下了2个月的慢性蛊毒，需服7日解药才能根治。是什么蛊？和陆晋种的不同，这叫蚕丝，不会立时要命，但是会让人日渐虚弱，最后肝脏衰竭而亡。这个秦广禄啊，他为了不留把柄，他呢想让为父病故在牢房。伯父，您的药。谢谢。伯父请放心，既然救您出来了，便不会再让您回去。可是你们又是如何打算呢？林真南给的账册，加上父亲您手中的证据，我想应该足够扳倒秦广禄的。远远不够啊！这秦广禄的背后是窦皇后，而这窦皇后的背后，希儿啊，这一盘棋啊，仅仅是刚刚开始。要追兵来了，白虎，带伯父从密道走，我们三娘绣坊见。那你呢？老规矩，我断后。哼。哦，大家呀，尽可放心，这陆家小子，他呀命硬得很呐！哈哈哈哈。都已经清了3、4成了，再服6味药便能根治，但肝脏受损，还需静养数月。老夫能活到今日啊，已经算侥幸。哦，对了，希儿啊，你们可曾打开这玄武图？只看到过碎片。白马寺的了尘禅师已死，他身旁有一片。后来在寺内的藏经阁又发现了一片。那些都是假的。这玄武图在15年前呀，就已经被先帝给亲自焚烧了。啊？那为何？这先帝在驾崩之前呢，发现那份幽州的谋逆者的名单啊，牵扯太广。这如果要公开的话呀，那朝廷上下那必然是血流成河，国祚危也。所以呀，他就让为父呢仿制了一份假的。而这真本呢，当着先帝面已经被烧毁了。那假托里面有什么？这名单呐，那是半真半假。这每张绢帛呢，都被药水浸泡。这药水那是无色无味，长期接触者，那身上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也只有那被专业训练过的猎犬才可以嗅到。而这个窦皇后呢，在3年前呢，她就从先帝的那个旧党发现了此事，所以呢，她就向陛下进言，说这玄武图呀，这关系到那什么社稷的安危，需要找个可靠的人把它保护起来。这陛下就把那图啊交给了密阁。
所以，窦皇后真正想要的不是名单。他那名单呀，只是他的借口。倘若有人要查这名单，或是有谁触碰过这名单，那他呀就是皇后中不忠之人。那枚青竹令呢？这令牌倒是真的，而持令者呢，皆是皇后暗中培植的宦官，专司监视，勾陷之能事。这个秦广禄就是其中的首脑，而陆帅的父亲陆文昭啊，这当年呐，就是因为查到了令牌的真相，而被他们惨遭灭口了呀！是我，伯父，追兵都已经甩开了。好。不过我有一事不明，伯父既然知道都是陷阱，为何还留在密阁？那都是因为太子啊，太子李诵在3年前呀，找老夫密谈过，说这窦皇后势力较大，如果硬抗的话呀，恐怕东宫不保，倒不如呀将计就计，这利用玄武图丢失一事，好让那皇后呀除掉他想除掉的人出来。而这步棋，太子呀已布了3年了，老夫入狱，你们又被追击，这甚至呢，幽州的人也掺和了进来。这个呀，太子早就有预料。爹，那你所受的这些刑罚，那都是苦肉计，为父呀，也只好往逼真里去演。而这秦广禄呢，他又不敢弄死为父，何况还有太子这个后手呀。怎么，你们还在想白马寺那个事儿吗？杀了了尘我能理解，但是杀赵干、吴凡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秦广禄看着不像那么疯狂的人。秦广禄不是什么疯狂，他是算计的太精了。你们认为他是在杀人，他呀其实在下棋。下棋？还请伯父指教。这第一步呀，那就是利用幽州的碎片和连环的命案，把水搅浑，让所有的视线呢从宫中啊转移到千里之外的藩镇去，这叫障眼法。可是赵干……哦，说起赵干嘛，他拿回来的那个城防图，你们知道他有什么用？知道，是幽州方面准备里应外合的破城所用。嘿嘿，说得不错。这个赵干潜入白马寺呀，原计划呢是想截获幽州那张图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又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的洛阳，而不是长安城？洛阳是东都，一旦失守，震动天下。但是长安戒备森严，难以下手。远远不止啊！倘若这洛阳一旦大乱，那朝廷呢必然会派大军去平乱，届时这长安城那就空虚了。这恰恰是他们真正要走的棋局。哎呀，只是这个赵干呐，死了他也不知道，他所截获的呀，这仅仅是这步棋的第一步，而这第2步呀，那就是杀人灭口啊！这只杀赵干一人呐，太明显了，所以就多杀几个，把他呀放在其中，又方便他们呀隐藏他们的手脚。这第3步，恰恰是关键的一步，那就是给你顶罪。一个幽州细作的头目陆晋，
潜入了白马寺，杀了知情的了尘禅师，而被赵干发现认出。你呢，就灭口了赵干。最后和同伙吴凡发生了内讧，不慎丢掉了令牌。这一整套说辞听起来是不是细思极恐，而且特别流畅？确实，罪名一旦成立，陆静就是叛徒。秦广禄再怎么想对付他，那都是名正言顺的平乱。所以吴凡必须死，这令牌必须要出现。这不是什么残忍，而是必要的。在他们眼里，死的那几个人就是钉死你的钉子啊！真是好算计啊！那慧明呢？那算他倒霉，碰上了不该碰到的东西吧。所以这个太子呢，让你们逃跑，甚至帮你们逃跑，他这盘棋需要靠你做活棋，而不是秦广禄吃掉的废子。现在你懂了吗？懂了，这不是报仇，而是破局。那就去破吧，他们的局越精，你们破的就越痛快。若这件事情是太子布局，我们算什么？算棋子，但也算是执棋的手。你父亲甘愿成为棋子，就是为了让你我这样的手最终能够掀翻棋盘。那等这件事情结束了，你想干什么？到时候，不良人我是不想干了，我想找个地方开间武馆。武馆？那你这个武馆想要开在什么地方？江南吧，那里有山有水，天气也好，适合养伤，也适合安静的过日子。那你的第一个学生可得常常请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编写《大唐风物志》，总不能一直待在江南吧？或许得有个人陪我一起走走，顺便当个护卫。陆帅，门外有人求见，但是生面孔，看起来像是宫中禁卫，但是未穿甲。他们总共几个人？8个，守在四方街口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陆帅，沈姑娘，太子殿下请2位移步一叙。殿下现在何处？就在绸缎帐的后院，围兔耳目。殿下是5更10分便装出宫的。带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陆帅，沈姑娘，快请起。沈先生还好吗？已无性命之忧，谢殿下关怀。这些年委屈他了。玄武图的事情，沈先生应该告诉你了吧？我这次前来是道歉的，把你卷入其中，非常抱歉。殿下现在需要什么？好，那姑就不客气了。姑需要你做2件事：第一，逃得越远越好，让秦广禄和幽州的人以为你携带着玄武图离去。那第2件呢？坐。第2件事，等信号。信号至时，你们带着证据回到长安，在文武百官面前揭穿秦广禄在幽州私贩兵器，还有皇后纵容外戚，私吞盐款。我知道实在是过分，你们都是清白之人，因为卷入其中而流亡天涯，皇后党羽众多，孤在宫中实在是无人可用。这刑部里面有皇后的人，就连禁军之中也有皇后的眼线。殿下手中真的无兵可用？有，但不能动，一动就是宫变。姑不想血流成河的胜利，姑要在文武百官面前用礼法将他们定罪。陆校尉，
孤知道你的父亲陆文昭是忠臣，这些年来你背负着叛臣之子的污名，是朝廷欠你的。今日孤承诺，此事成功之日，定是陆文昭昭雪平反之时，孤定会将他的牌位请入忠烈祠。臣和家父不需要牌位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臣愿为殿下手中利剑，斩奸除恶，但有一情。讲。事成之后，请准沈木熙自由之身，不入皇宫，不做其子，不嫁不愿嫁之人。陆校尉，你该不会以为孤要纳沈姑娘为妃吧？臣只是求个明白。放心，孤的东宫里没有不甘愿之人。况且以沈姑娘的文采，在密阁里面修书，或者在刑部里面审案，都比困在东宫之中强。事成之后，沈姑娘是去是留，孤绝不干涉。谢谢殿下。还有一事，幽州节度使王承安秘密给孤上报，想投靠朝廷。他与秦广禄勾结是假，给孤发信是真。所以，幽州人马只不过是演给皇后看的。王承宗需要更多的证据，让皇后相信他是为他在做事情。只有这样子，他才可以收集更多的证据。届时他们往北走，演出投靠王承宗的假象。秦广禄定会在中途截击你们，王承宗也会迫不得已所做。不过他们的人会暗中保护你的。殿下将这些事情尽数告知，就不怕我们？怕。不过沈先生用死托给我的人，孤定会相信。这虎符可以调陇右游3000军，若孤败，或者说孤所言有虚，届时你们可以拿来自保。你信他吗？7分。但他既肯交出兵符，又多了2分真意。我们往北走，但要不要去见王承宗，另说。这个太子啊，远比我想象的有魄力。那爹是知道太子后续的计划？为父只知道太子要清君侧，但我并不知道太子呢，居然把幽州的节度使全都给策反了。而且这部戏下得很险，不过呢，下得也妙。希儿啊，下面的路呀，更加的凶险。不过，陆晋这孩子靠得住。我知道。此行北上，名为逃亡，实为诱饵。愿意跟的，陆某感念；不愿意的，现在便可领银两而去，我绝不怪罪。陆帅，兄弟们心甘情愿跟你一路走到黑了。好，带大家分头行动。你为我跟太子求的承诺是为什么？你爹以为这棋局赌上了性命，你不能再为他赌上一生了。事成之后，你若想回密阁修书，便回密阁修书；若想游历江湖，便游历江湖。再也不必为任何人、任何事委屈自己。那你呢？我父亲的血海深仇要报，不良属的污名要洗。事成之后，也许我就可以找个地方开间武馆了。那你记好了，第一个徒弟得是我。好。陆文昭啊，哈哈哈哈，真是有个好儿子啊！哈哈哈哈。陆帅，秦广禄的人马在城外搜索，主力在东，小股在西。他本人带着4名顶尖高手刚过渭水，朝我们这边来了。他们一共多少人？连他5人，侧翼还有8人接应。这间废弃客栈的结构我见过，前院开阔，中庭有树，后院梁柱结实。我在中庭
布置了绊索和灵网。这些灵网伤不了人，但是能乱他们心神。哎，对了，你爹服了药已经睡了，白虎安置他在后山石室，很安全。多亏你了，谢谢我的好苏苏。走远点儿，找你家陆哥哥说去。哎，苏薇。公公确认了，陆晋一人在客栈正堂，沈木熙和苏薇在后堂，但未见沈从文身影。陆晋竟然不逃，必有诈！我看过了，里面只有几处粗浅陷阱，不像有大阵仗。还是小心点为好。你们二人随我前去，速战速决。你。陆晋，你到阵地。秦广禄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拿下！秦广禄，现在该你了。陆文昭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秦公公，你想活命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皇后的全部计划，但凡有半点假话，你死！下月15祭天大典，皇后会在那时动手。如何动手？典仪行至祭天台时，禁军左卫御赐，右卫护驾，护驾不得力。届时军中皆是他皇后的人，扮演幽州叛军，挟持陛下，逼迫陛下传位于太子。笑话，太子又非他亲生。正是这样，太子因护驾有功，顺利继位。不过皇后早已备好毒药，太子继位1年不到便会驾崩，届时太后匡扶幼孙，垂帘听政。太子殿下可知自己身世？3年前便知了。那时太后已毒杀太子生母，被太子暗中保护，藏于宫外。此事皇后不知。不过近年来太子暗中发育，皇后她怕了，所以她才着急动手。是，近年来太子外联络藩镇，内结群臣，皇后怕了，她真的怕了。禁军中，皇后找了多少？左卫指挥使、右卫副将，还有300精武卫，皆是他的人。不过陛下有一支暗卫，代号玄林，只听陛下派遣。暗卫有多少人？不知，咱家只知道玄林首领武功深不可测。皇后在这长安城中还有3处密宅，其中4是百人，武器甲胄俱全。位置嘛，城南、城北，还有城东。就这3个，没有了？不瞒了，不瞒了，咱家都说了。木西，叫他画押。
陆帅，你父亲知道的可不止这一些。你父亲临死前，把朝中、皇后以及眼线的名单交给了谁？咱家不知，咱家只知道说这名单浮出水面，皇后及其党羽都必将水落石出。你说的这个党羽，包括你自己吧？当然。你倒是挺识时务，知道自己是党羽。应该允许犯错误的人端正态度，惩前毖后。陆帅去哪？离祭天大典只剩10天了，送去太子那儿，他知道该怎么处置。看来杜恒那里的证据至关重要，但是距离祭天大典只剩下10天了，我们分身乏术。我们必须分头行动。怎么分？白虎，你挑选2名最机警的兄弟，持我的信物和林正南的路线图，秘密前往江宁济世堂。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：找到杜恒，取得他掌握的所有关于窦皇后和江南萧先生的证据，不惜一切代价护送他和证据安全返回。我们在长安会合。明白，属下一定办到。我们3人轻装从简，以最快的速度潜回长安。好，那杜恒那边就拜托白虎大哥了。这些要你拿着，用得上。到时候检查一下杜恒的伤势，应该也用得上。行，那么3位，保重，咱们长安见。出发，走。307精武卫皆是他的人，但陛下身边有着暗卫，代号玄灵，只听陛下调遣。哎呀，太子果然都知道，而这份名单呢，就在本人手上。什么？陆晋的父亲在临终前托人把他带出来了，后来我一直藏着。父亲说名单在他那儿。有了名单，加上秦广禄的供词，足够了。10天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我们现在就回长安。陆帅，皇后有请。找死吗？我没时间废话，不想死的就让开。我走。看来皇后已经知道你拿到口供了，那就让她知道，10天后祭天台见。这个高顺呐，是原婉容娘娘近侍。自打婉容娘娘病故后啊，她呀就自愿调入冷宫，至今已经有23年了。那他还可信吗？为父呢与他有旧约。这婉容娘娘当年呀，并非病故，而是得罪了窦氏，遭他下毒。这高顺呢，忍辱至今，只为了等一个机会。那我如何才能联系到他？明日丑时3刻，在西内园的废井旁，他呢会来取宫中倒出的夜香筒，而这个桶底它有暗格，你们可传信。算日子，如果白虎还顺利的话，应该已经见到杜恒了。希望他们能赶在大典之前带回证据。沈公问安。蛊毒控制需持续接触蛊瘾。若窦皇后真在宫中设坛，那坛中香灰必混有蛊虫卵粉。那此蛊可有解法？解蛊需要时间，但是我可以先配出辟蛊散。辟蛊散服下以后，
它就可以蛊虫不近身。那，这就是解药。但是这个药只有12时辰的效力，要想结果，我还需取坛中香灰，反向推演古卵配方，才能配出对症的解药。我回来了。皇后于景福宫后殿暗室设黑云祭坛，每月收望子时行蛊，禁军左卫刘统、金吾卫副使赵昂等7人皆已受控。坛下藏名册。7名将领，难怪皇后感动禁军。查到了。后日宫中需进一批冬至贡品，从西侧门入。负责押运的是内侍省采办处，那个管事的太监贪财，10节银两就能买出3个杂役名额。3个？嗯，正好。但是入宫后需自行脱队，宫内巡防每刻钟1波，这可不好躲。我有办法。贡品从西侧门进，经永巷至内库房，永巷中段有一处废弃冰窖，窖口隐蔽，可躲藏。自冰窖潜入，可至景福宫后墙，但是需要经过3道岗。岗哨何时换防？酉时3刻，换防时有半刻钟间隙。配果散分装好了，每人3包，1包服用，2包备用。入宫后，我探路，木樨记岗，苏威便要。若遇盘查，就说走错了路，往思善间送香亮。嗯。公公，这是孝敬您的。进去后跟着遣队，莫乱看，莫多话，送到内库房就出来。嗯，好的。现在就吃辟谷散。嗯。现在我们就等天黑了。好，谢。别怕，跟紧我。那就是香灰。如何破坛？需将解药撒入香炉，但是解药还未被配成。那就先取香灰。刘将军，今夜子时，你带左卫守在祭天台东侧。是。赵副使，你领金吾卫守在西侧，任何人都不得近前。娘娘，秦公公至今未归。不必等他了。祭天大典如期举行。
北地寒蛊，我可配解药，但有一味药引，需受蛊者的血。可取血会惊动他们？未必。成了，此药撒入香炉，烟散折出，蛊虫自退。何时动手？祭天大典之前，皇后必会最后一次辛苦，到时候，所有受控将领都会在场。那我们如何再入宫？高盛会安排。走吧，会会他去。皇后3日前将祭坛移至御花园假山密室，今夜子时，她会带7名将领行最后一次古礼。解药已备好，但需撒入香炉，让所有人吸入才有效。那假山密室入口在何处啊？树玉池西北角有一块松动的湖石，按下机关，假山会裂开一道缝，但入口有2人把守，是皇后从江湖网罗入宫的高手。他们可还要暗哨？还有1人伏于假山顶。暗卫位于第3块假山石后。我去解决暗哨，等我消息。跟着我。明日大典，尔等需各司其位。祭天台东侧3道岗，任何人都不得近前。西侧金吾卫，但凡有异动者，必斩。遵命。娘娘，这烟的颜色……陆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是何处？刘将军，你们都中了皇后蛊毒，如今毒已减，速速离开吧。皇后命我们明日。祭天大典有变，诸位若还念及陛下恩情，便知道如何去做。找到了。哇，这上面列出了受蛊获的文官武官，就有20-30人之多。留下玉盒名册，可留全尸。不想死的就让开。上！此处乃前朝废妃自尽之地，皇后嫌晦气，从来不让人靠近。你们3人在此暂避，我去探探路。礼部侍郎、户部主事，甚至太子詹事府，还有2个。皇后计谋之深，真是超出预料啊！明日大典，若这些人同时发难，白虎昨日传信，杜衡证据已经带回，这个联名册必须一起交给太子。
宫门已封，皇后准派人四处搜查。但有一处，齐华门今日某时会出粉车，你3人可藏于空土中。守门侍卫嫌臭，查得不严。何时出车？1刻钟后的某时。多谢了。老奴等了23年，终于等到了今天，请3位务必扳倒窦氏。老奴拜谢。不必，快请起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会的。父亲和苏薇已见过了陛下，先让他服了辟谷散，但苏薇说，药力对陛下而言完全运化开，需1个时辰。够用了。姑母呢？在的。吉时到，祭天。陛下，该上香了。且慢。太子，祭天吉时不可误。儿臣有要事，需当面向父皇禀报。何事比祭天还要紧要？此事事关国之根本，儿臣不得不报。此物是儿臣昨日在后花园密室中所得，乃西域寒蛊之母。这蛊母是蛊惑人心智的妖物，而这养蛊之人正是皇后。太子，你莫不是疯了？竟敢如此诬陷本宫！儿臣还有证据，这里面有母后3年以来捕获的文武百官名单，禁军左卫刘统、金吾卫赵昂皆在其中。陛下，太子所言属实，我等却被皇后下蛊控制，昨夜封禁。皇后让我等今日把守祭天台，若有异动，便弑君谋逆。好啊！不愧是本宫亲手养大的儿子。你清高，你仁义，那本宫问你：如若本宫和窦家明日失了势，后日那些豺狼是会跟你讲仁义，还是会扑上来把整个东宫撕碎？这龙翼，它本就一直浸在血里。巫蛊之事，动摇国之根本，还望母后不要一错再错。哼，如此便好，那本宫也懒得演了。让你跑！不良人听令！我来会你！好快的剑！这青竹令原本是哀家赐予心腹办事的信物。陆文昭当年为了取信于秦广禄，求得一枚，可惜啊，变成了他的催命符。你终究走到了这一步。哼！窦氏谋逆，罪证确凿，贬为庶人，赐百灵。秦广禄已死，枭首示众。陆金，臣在。你父陆文昭忠贞蒙冤，殿下恩诏为其平反，追赠为兵部尚书。
你可成爵？回陛下，臣不求爵位，只求重组不良人，肃清斗士余孽。准，朕敕封你为不良帅，经济行政机部之事由你掌管。谢陛下。沈崇文，老臣在。你受尽苦楚，但忠心不改。要升你为秘阁大学士，主理清查斗士党羽一案。臣遵旨，谢主隆恩。沈木溪，你才识过人，胆略出众，朕特旨任你为我朝首位女官，秘阁主事，掌管机要档案。谢陛下恩赐。陛下，都看清楚了吗？祭天台一切皆如陛下所料。你做得很好，继续藏着吧。遵旨。那我走了。去哪儿？游历天下，精研医术。这长安城待久了，闷得慌。你虽蛊毒已清，但体质受损，需静养半年。记得按时吃药，别逞强。还有，照顾好他。好，放心吧。走了，有缘江湖再见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是啊，我父亲的仇报了，你父亲的冤也洗清了。那你呢？之后打算做什么？接下来，我想娶你。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想娶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成亲后，我想辞去官职，和你一起游历江湖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编撰大唐风物志吗？我陪你。可你是陛下亲封的不良帅，在朝为官是为了天下道义。和你在一起也是我的道义。那好，我的山河社稷不在龙椅之下，而是在你持剑守护的每一个晨昏，在我提笔点亮的每一寸公道里。陆帅，沈姑娘，出大事了！陛下启奏，这又出什么事儿了？窦皇后的尸体在运往乱葬岗的途中被劫了。什么？守卫几乎全部被杀，尸骨也不翼而飞。现场留下这个，这是西域雪莲教的标记。雪莲教？雪莲教是西域邪教，信奉血肉重生之术。他们劫走斗士的尸体，莫非有个幸存的守卫向来曾说，听那些劫匪说，要用皇后的血唤醒沉睡的佛。